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一轮好，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心美国这边的政局。好，其实主要就是大家还记得吗？去年11月的时候，他们才结束了43天历史性的关门。好，那当时其实国会呢说给临时资金到2026，也就是今年的1月30号。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好，所以前几天其实他们有关门4天。好，不过就在川普签署法案之后，就重启了政府大部分的运作，那也正式结束了自上周末开始的停摆。而且上周末还就有这个重叠到假日嘛，所以确实没有到什么太大的影响。好，那我们就看到川普讲上次的政府停摆，也就是刚刚一轮说的这个历史性的43天说本来有7%的 GDP 增长，跌至仅5.6%，说42天的停摆损失是1.5个百分点。好，那当然川普现在呢也想要把这个投票的方式做些改变吗？因为我们看到他是有接受专访，再度不实指控了2020大选遭到窃取，说让他落败，而且力促共和党人要接管选举，把相关的程序国家化。好，那他说我们该投票该这个接管投票，至少在15个地方要接管投票，说共和党人应该将投票国家化。好，他的接管投票意思是什么？其实根据美国宪法这选举执行的权利是属于各州政府的。好，所以川普说的接管投票，也就是要联邦政府直接介入。好，那这15个地方那虽然川普没有特别讲是哪些地方但是很多这个外国媒体的报道就认为说这15个地方通通都落在了民主党州。好，那当然川普1年的进账这个纽约时报说根据来这个就职1周年来看这个凭借总统身份优势，川普入账至少是14亿美元，就大概是新台币100亿元那由于大量的灰色收益没有公开，所以这个数字可能会比实际的盈利上面来偏低的。好，所以有人就认为说这个他现在这样子的进账跟他的总统权力当然是高度的挂钩。好，所以美国政府的道德办公室的财务揭露报告也指出，川普家族的收入涵盖加密货币、品牌授权、海外商业等领域，那很多的财富成长点都跟他的总统权力高度挂钩。但问题是大家知道吗？之前很多川粉，对不对？就现在很多川粉变川黑了。好，这一位就是非常典型的，他就是美国的前联邦众议员葛林，他控诉这个川普。我们来听一下。It was a big lie for the people. What MAGA is really serving in this administration, who they're serving is their big donors, the big donors that donated all the money and continue to donate to the president's PACs and donate to the 250th anniversary and are donating to the big ballroom. And it's the foreign countries that are running the show here. It's the major big corporations and what is best for the world. That's really what MAGA is. That's the results. 好，你可以听到他的意思就是说Mega 其实是一个谎言再次的痛逼川普。好，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当然就是很多人认为是一个G2的关系，那他们也在挑战美国的科技霸主。首先我们看到《金融时报》英国媒体就特别讲说中国透过体系化的天才班计划开始奏效，它聚焦在的就是中国理科人才培养的体系，要实现了从 AI 人才空白到规模化培育的转变。好，大批的本土精英人才不仅撑起了这个国内科技的企业，也跻身国际顶尖 AI 的研究机构。好，那当然中国大陆现在对于他们的面板厂也是特别希望有全球的主导地位。好，那2023年到2024年，那中国大陆的面板厂在全球出货量的占比已经逼近了70%。那2025年 TCL 的科技收购LGD 的广州8.5代线，
那还有进一步的扩容产能，推动了大陆系面板厂出货量突破70%，所以达到了72.1%。那第三季度更是创下了74%的年内峰值。好，那上海这边当然也在拼一些生产的总值希望增加到5%。我们看到上海市市长龚正就说要积极的支持智慧联网、新能源的汽车、航空航太，还有卫星互联网等产业的发展那当然就是要聚集来发展。好，那清洁能源里程碑那中国大陆的电力企业联合会也预估说，在今年中国大陆的太阳能发电装机的规模将首次超过煤电的装机规模。好，年底的风电还有太阳能的发电合计装机规模会达到总发电装机的1半。好，所以是首度超越了煤电。好，那当然讲完了科技，也要看看这个航天的霸权现在到谁这边了？其实陆航他们国产的飞机 C919 跟 C9 动9联袂亮相新加坡的航展。好，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81飞行的表演队时隔6年再次翱翔狮城好，那当然国产商用的飞机 C919 还有 C909 的医疗机也有参展。那连同的印尼林雅航空 C909 的飞机共同都有进行展示。好，那当然也有相关的飞行展示让很多人哇觉得很惊艳。好，那当然还有是彩虹 YH1000S 的无人机也成功首飞，那是在2月1号的时候，全球首款混合动力无人运输机也在重庆的良平首飞成功。好，那当然首飞成功之后，说这是又一款面向全球市场客户需求的快速迭代的新机型。好，首飞挂载了是跟新能源汽车头部企业联合研发的大功率混合动力总成。好，当然大幅缩短了一些起降距离还有提升了载重跟航程，那圆满成功的进行了空中的飞行性能的验证。好，那再来看到的就是反观这个美国的部分因为美国就是波音比较强嘛但是印度航空他们就说有一架波音787-8的型梦幻客机就在机师通报飞机燃油控制开关可能出现一些缺陷。好，那当然就有一些相关报道。那当然波音发言人就说他们跟印度航空有保持联系，要支持他们对此事的审查。好，那波音有状况也不是头一遭了那当然大家就会拿这个美国的波音跟中国大陆的国产飞机来比一比好，但是我还是看到一开始的美国停摆的部分。我们先问赖老师。美国政府的停摆当然会影响到他们的 GDP，但是没有这个川普他那么的夸张的一个展示因为美国去年2025年他们的 GDP 成长也没有到7%，也根本也没有到5.6%，因为 IMF 他们那边的估计就是说，如果把川普所收的这个关税加进去的话，他们的估计美国的 GDP 去年2025年也不过就是2.0%，最多到2.3%，那是最多了。所以川普是夸饰法，把自己吹的7%，现在很少有国家是7%的经济成长率，几乎不可能，更何况是美国，因为美国我们都知道它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经济量体已经这么大了22万亿美元左右，这么大的一个经济量体，你要成长7%，这个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除非经济奇迹，也就是说曾经发生过在克林顿时代，但是克林顿时代就是因为数位化开始了嘛，数位化开始，所以给美国创造了非常庞大的财富，也让克林顿能够有效的解决美国债务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当这个数位化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我们一般预估就是说，如果以美国现在在 AI 的投资的发展情况来看，那如果这个热潮一直往前推，没有停止的话，那或许在2026年，它的经济成长7%到8%的可能性是有的也就是说，如果它一直在继续推它的 AI， 而 AI 最后证明能够赚钱，因为现在 AI 大家都在怀疑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到底能不能赚钱？就是我们都知道 AI 有需要，而且 AI 已经应用在这个服务业，也应用在生产制造业。最早 AI 是应用在生产制造业，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在代替生产，现在已经在服务业里面已经大量的在使用了。那也就是说，
如果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但是问题是大家在问的是 AI 要靠什么东西来赚钱？我们都知道 YT 它可以透过广告收入啊，然后我们知道电商它可以透过抽成分润它来有收入。那问题就在于 AI 要怎么样来盈利？那这个是在考验他们这个平台的使用。但是即使是如此，美国也要到2026年才能够结算出说或许是川普所说的7%嘛，但是现在没有，绝对没有。那一般估计，美国去年的经济成长应该就1.4%到1.5%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美国政府的停摆对于他们的 GDP 的影响没有川普夸示的那么的大。他们的 GDP 的影响最大的还是来自于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就业率并不振、出口也不旺盛。也就是说，川普本身的关税并没有帮助他的出口旺盛，而使他的制造业更加的萎缩，进口也萎缩，而物价却上涨。我想这个才是美国真正的问题之所在。但是川普在上来到现在这一年，他呈现出来的，诚如他的以前的川粉，现在是反川普的大将，他所说的确实已经形成了官商勾结非常严重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些金主都内给这个川普就回报以公共政策，例如说如果说这个金主是来自于稀土矿的，他就回报以稀土矿；如果来自于油商的，他就把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控制油，然后给油商去经营等等，采用的这种各种方法，这个很明显的，连他自己川普自己都大赚100多亿，那这个大家都觉得已经匪夷所思了，怎么可以一个总统？然后还做自己的生意，然后让自己的家族更兴旺。这个严格上来讲，在我们的观念来说，已经有官商勾结的情况。另外，大陆的 AI 的发展，其实我觉得大陆的发展跟我们台湾比较像。台湾早期要发展半导体的时候，就蒋经国时代，你看由国家来推动，由政府来推动，结果你看我们今天半导体业者占世界最重要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一个好的模式，结果在台湾却把它丢在垃圾桶。大陆现在用的这么好的一个模式，就是蒋经国时代的模式。那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的话，中国大陆绝对会是最强的国家。对，所以反观我们有点可惜哈。文琦哥，应该这样讲了哈，就是我们在谈论川普的时候，有时候也不用太认真了哈。虽然他真的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因为他根本就不正常。我必须这样讲，不管是所谓的上次的这个 GDP 从7%到5.6%，我想如果以川普这么一个精明的商人，他写了一本什么谈判的艺术啊、交易的艺术啊，所谓的极限施压，以他的幕僚团队，以他这么爱钱的个性，他不可能不知道。政府官们会丢掉这么多的钱，可是一个重点，他根本就不在乎，他在乎的其实是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不管是在盖所谓的白宫东厢的什么跳舞厅那些等等，所以基本上你不用用正常的状态，你只需要去看他做了些什么，接下来也许最后能制止他，就是美国人民乃至于司法系统，可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判决。回过头来看，你说我们为什么说他不太正常？包含我们看到这个 CG 背板上面，他现在竟然把脑筋还在念念不忘当时候所谓的他的这个所谓投票的结果被偷窃了，然后甚至想要接管。坦白讲，站在一个民主国家，你很难想象一个号称山巅之城的国家，竟然最后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总统。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待它基本上不用太认真，但是不用太认真的状况下，美国人民自己的觉醒，我认为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什么我们看到，不管是葛林讲的话，其实为什么你们不早说呢？包含我们看到说，这个所谓的灰色地带有14亿美元，来，我们来请导播 take 一下。先看一下美国，如果我们不论川普，各位，我稍微念一下，到2025年前，美国政府的债务将达38.4兆美元，比前一年增加约2.23兆美元。现在每年所需付出的利息比国防预算还要高。对不起，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现象。可是川普他在乎吗？那现在因此我们才会讲说，葛林说这些都是所谓的骗人的口号，或许。跟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样，可能到了这个关键的节点，美国人民自己的觉醒，包含葛林的谈话，希望美国人自己会
会能够有知悉。另外，我们看到所谓的天才计划，之前我们讲过，不管是从41项计划，或是所谓的 STEM 这种数理人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进步大家看得到。我们随便来看一下他们的一个所谓的用电量，2026年的用电量增长8%，新能源占比到40%。简单讲，中国大陆也有59台的核电机组。为什么我们会说 AI 最后是还在它真正的竞争能力是在算力跟电力？所以我觉得人家的进步是有待就是我们要学习。最后我要讲的最难的是从0到1。而不是1到5。那现在中国大陆的急起直追，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人家为什么在所谓的这个飞机上面，现在自己能够从 CJ1000A 的这种对他们的发动机，进步很快，人家非常所以确的努力，实国际都很关注。没错，舰长怎么看？我们看这些天才计划嘞，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其实后面最大的推力，其实也就是中国大陆网民所谓的川建国同志，也就是川普本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川普他对于移民的排斥，然后让非常多的学者在美国待不下去，然后再加上他对于学术机关的这一些经费的遏制，让这一些学者确定了要变成海归啊。那我们来看这个是日本他所公布的相关的科技技术指标。那去年跟今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呢？其实我们看到那个第1名不用怀疑，通通都是中国大陆。它这个排名的是什么？其实是论文。然后中国大陆从去年到今年呢，它的论文成长了5810个这么多篇论文啊。但是美国很奇怪，我们应该讲到说论文数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前看，应该越来越多啊。但是美国没有，美国反而减少了，美国减少了1231篇。那刚刚有讲到从5变成1嘛，5变成1的那其实是中国，从1变到5的是哪一国？是日本啊。我们看看日本的论文，其实我们之前看到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他是第2，现在他已经排名在后面了。而且我们讲到国家进步不是只有论文，它论文的内容值是什么？我们来看无论是日本或者是我们看美国，他们最多的是在讲什么？临床医学。为什么？因为人口老化，大家都在为了医学打算。可是我们来看中国大陆，它可不是啊，它在工学或者是我们看到它在物理学、材料科学以及化学这个部分是什么？就是刚刚讲到的稀土啊。他们的稀土为什么先进？他们的军事装备，或者是为什么美国对于他们的各种限制，例如说光刻机的部分，他们很快就可以追上来，因为他们不断的在进行研究，然后实际上来讲藏富于民，然后一旦等到国家需要的时候，立刻可以表现出来他的研究实力。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还持续来关心伊朗的状况。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最新进展哦。首先，我们看到美伊现在代表会晤的地点改到阿曼了哈，那是从土耳其改到阿曼。好，我们看到是因为伊朗这边有要求要把会面的地点来改变。好，伊朗的外交部也表示相关的会谈计划已经完成了初步的部署。好，谈判预期将在未来的数日之内要来展开。好，那当然伊伦也去查一下这个改变的原因是什么？从土耳其改变到阿曼，其实有一点点距离哈。好，那当然相关的外媒报道说原本在土耳其的这个会面还包含了有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还有卡达、埃及，等等感觉就是一个大拜拜要一起讨论。
但是伊朗希望跟美国单纯的双边对话，好，所以改到了阿曼。好，那我们也看到现在波湾战云密布哦，那美军击落了伊朗无人机，川普就有特别讲说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好，其实就是美国的海军有击落一架朝着林肯号飞去的伊朗无人机。好，另艘悬挂美国旗船的这个加速驶离，避开了伊朗武装炮艇试图逼停的一个行动。好，看起来是有一点点讯号，然后是不是要开战了呢？好，但是川普说，其实目前伊朗我们在进行谈判，而且伊朗这边不希望再一次出现去年午夜重锤的行动。好，那川普的意思就是说啊，伊朗马就加啦。好，我们来听听川普怎么讲。They're all over, but they are negotiating. They'd like to do something, and we'll see if something is going to be done. They had a chance to do something a while ago, and it didn't work out, and we did Midnight Hammer. I don't think they want that happening again, but they would like to negotiate. We are negotiating with them right now, yes. 好，那当然也要关注到伊朗的无人机。刚刚一轮也讲到，接近美国的航母遭到击落，那这会不会影响双边的谈判呢？白宫这边讲说啊，其实这些会谈目前仍然是按照计划进行。当然，总统对伊朗的问题向来有多种选择。他身为三军统帅，认为伊朗2025年遭遇午夜重锤行动，他们已经充分的体会了。好，美国依旧是非常的 arrogant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看伊朗。好，那当然，美军现在击落伊朗无人机，原油的价格也回升了。好，美印的贸易协议影响了俄罗斯石油的市场。好，因为美国原油的库存减少了1110万桶，这是6月以来最大的减少。相关贸易协议显示未来在全球的油市会面临更多的变化，还有挑战。那现在川普的关税大棒是不是又成功的施压呢？好，我们看到，因为川普加大了对加勒比海国家古巴的施压力道。好，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墨西哥也说要停止对古巴输送石油，但是没有获得墨西哥政府的证实。好，墨西哥总统这边就有讲他们基于人道理由会向古巴这边来输送石油，但是官方也指出，未来1周的援助将会以其他产品为主。好，那就是说有一些替代的方案了。好，那据数据公司科普勒统计，缺少额外的石油供应情况之下，3周之后，古巴就会面临无油可用的绝境处境。好，那当然互相指责，数月川普跟哥伦比亚的总统在白宫出现了一个友好谈话。好，那哥伦比亚总统裴卓就说，他跟川普讨论了很多问题有一系列的从禁毒工作到帮忙委内瑞拉恢复尽管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面意见一致，那川普也很称赞裴卓非常的出色。那因此大家就说川普的唐罗主义是不是在软硬兼施，也希望能够限缩拉美的一些空间。好，但是呢，真的会如同川普想的如意算盘吗？当然还要再看看，再关注。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习近平称拉美护主权，乌拉圭不拒华建5G。好，那当然也看到我们的这个美国推行了新门罗主义之际。现在习近平说话了他说中国支持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维护自身的主权。好，那因为乌拉圭总统嘛，之前才到这个跟习近平会晤现在在中国大陆这边。好，那发展对于对中关系已经成为了乌拉圭的国策。那总统也说认可中企参与当地的5G 建设。那同时双方也签署了19份的经贸合作文件。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乌拉圭总统也跟李强见面了好，那当然就说希望捍卫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那这个李强特别讲到，中方是全力支持乌拉圭担任拉美跟加勒比国家的共同体。南方的共同市场和77国的集团和中国轮值股息国，那捍卫的是中拉合作，然后捍卫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因此乌拉圭总统也晒了含华量超高的经济成绩单，他们就出了一个图文说2025年乌拉圭商品出口额达到了134.93亿美元，好，创了近10年的新高，年增长是5%左右。那乌拉圭对华出口额是34.93亿美元，比2024年年增长大约是12%这幅度还真的不小。
好，那我们当然看到了现在伊朗的局势哦，我们大家关心好这个现在两方哦说要会面，好要谈判要讨论，那真的能谈出结果吗？问赖老师。我觉得有可能啊。目前我们要看的是双方是更想打还是更想谈。看起来是双方不想打，想谈啊。然后我们接着要问的是谁更想谈啊？是美国更想谈，还是这个伊朗更想谈？我个人认为双方都很想谈，但是以目前的态势来看，美国应该是更想用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虽然他把这个军事的架构啊态势摆得很强大，但是我觉得伊朗要向美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不是委内瑞拉啊。美国的大军啊，在加勒比海这个地方，它是非常安全的，它没有问题，所以他不用担心自身的安全，他可以在那边长期的部署。然后对委内瑞拉实施啊，他认为时间到了，他就要开始采取军事行动。后来三角洲，然后把人逮捕，但是并没有发动两边的战争。也就是说，美国并没有派海军陆战队陆军进入委内瑞拉，没有他进行的是属于绑架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可是问题是，美国没有办法复制委内瑞拉的行动在伊朗。首先是德黑兰太远了，所以他三角洲的部队没有办法进入德黑兰，然后第二个，他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哈美内伊在哪里，他找不到所以我觉得美国自己也清楚知道，他不可能采用这种方式，所以他唯一能采用的，他们一直在抢的午夜之锤、午夜重锤，就是用轰炸的。可是问题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你轰炸不可能把伊朗的政权推翻，不可能。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那双方该怎么办？好，美国还是希望你来跟我谈。那伊朗现在所展现出来的，我想在2月2号，他所呈现出来的2次的军事行动，就是告诉美国说，我跟委内瑞拉不一样的。第一个，我知道你的林肯号航母在哪里。我们都知道林肯号航母已经到这个阿拉伯海这个地方了，但是不知道它的具体的位置。可是伊朗的无人机可以看到它，一般来讲可以看到就可以打那无人机不会只有一架，如果真的双方要打仗的话，那无人机可能可以有400-500架、1000架都有可能。那你美国的防空导弹要把这个无人机都打下来，那这个需要耗费很大，更何况美国的战舰不会像在这个委内瑞拉一样毫发无伤，这不可能的。第二个动作有什么意义呢？第二个动作就是2个这个导弹快艇，还有1架无人机。要把美国的邮轮把它扣押，那美国的邮轮后来这个船长做了一个决定不停车加速逃逸，然后同时也告诉这个中央司令部，美国派了一个导弹驱逐舰赶过去护卫。这个显示出什么意思？显示出伊朗有能力去封锁赫尔木兹海峡，它可以把这个邮轮击沉，也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但我可以下次我就发动攻击。如果一旦发动攻击，这些美国的邮轮，或是以色列的，或是其他的国家的邮轮，或者是沉在这个海峡这个附近的话，那造成这个油出不去，会造成世界的大乱。所以我觉得伊朗已经展现出它足够的能力，所以才能够迫使这个川普完全满足伊朗的要求，把谈判地点改在阿曼。这第一个，把谈判的方式改为就双边会谈，而没有3边，没有多边会谈。第三个，伊朗说只能谈一个议题，就是核武的问题跟这个解除经济制裁。好，文七哥，不好意思，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之前讲到有关于伊朗它的一个共和国军队以及它的这一个革命卫队，其实是完全不同的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一个战争研究所，它已经把这一个伊朗共和卫队是下面这一个，也就是白色的这个标志，它的一个港口或者是它的海军的基地标示出来。我们很讶异的发现，它的一个也就是共和国的军队，其实只有2个基地其他通通都是革命卫队的地方。所以按照这样来看伊朗的发展
的确是一个很变形的地方。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啊，面对伊朗，他最少要美国最少要派出2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如果说我们看上个礼拜的图的话，我们就会研判说，其实布希号它应该是已经出发，要横过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然后在这个以色列的西岸这边，那除了协助以色列防空之外，另外也可以对伊朗进行攻击。那另外我们就可以看到林肯号已经就位了，但是问题出现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布希号它不见了，它返回了。如果我们看 USNI 它的一个新闻网的话，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布希号返回了，但是因为我们如果看另外一个网站，它专门在谈美国航空母舰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的时候，这个有关于布希号的这个部分呢被关了。那为什么被关了呢？我们其实不太了解。那它其实有2种可能啊，一个就是不让它真实的位置曝光，那第二个也就是真的那个技术问题啊。那至于说啊，刚刚赖老师讲的有关于无人机的部分，的确是如此啊。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夏德139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其实是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其实非常接近林肯号，所以之前已经接近过一次了，我相信它也被驱离过。可是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新闻，它也就直接被击落了，也就是我不让你再接近。那察打一体是我说了就算吗？不是，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提供的这张照片，它除了前面有这个光电侦收系统之外，它下面是可以携带的一些飞弹的，所以美国这样做很正常啊。至于伊朗跟美国，伊朗是想要以拖代变，所以改来改去。那美国呢？美国是想要直接以战逼和。为什么？因为美国不能够再不容许再出现另外一个像是这一个北韩不受控的一个国家。好，接下来问文琦哥。我觉得他们现在两造就是玩所谓的胆小者游戏啦，谍对谍。为什么你说他会改到阿曼？坦白讲，你根据所谓的情报界的一些作战计策，基本上他会临时改变地点，他让你准备不及。所以我觉得伊朗在这个部分当然还蛮聪明的。所以我说他们是玩谍对谍的一个游戏。那至于原本美国希望所谓的伊朗改变，当然有所谓的代理人的战争啊，浓缩铀，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核能，乃至于所谓的这个弹道飞弹的事情。但目前伊朗能退的，坦白讲确实不多，也许只有之前所谓的废掉的所谓的这种伊朗伊核的协议。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继续看下去。因此，如果你真的要像川普讲的说，你看他们很害怕午夜重锤，坦白讲，我觉得也想太多。你要知道，生产那一枚炸弹当然不像之前的什么，我们讲第一颗原子弹，当时候的状况，其实打到第2颗已经没有第3颗了。你说伊朗是不是受到一个很严重的震慑？有，但是如果回过头去看美国在阿富汗最后撤退的那个那个很仓皇的一个状况下，坦白讲，美国某个角度的国势的衰落，伊朗也是看在眼内，所以他会派出无人机去测试，因为在饱和的攻击的状况下，包含我们当时候看到的也门胡塞组织为什么造成美国一个重大的一些麻烦，或是说他们会投鼠忌器，也就是说他是用小成本的武器来对付他们这种高成本的武器，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继续看下去。但是赖老师没有讲错的是，没有错，你看你如果有科索沃战争来讲的话，不可能用所谓的轰炸就能够把伊朗能够摆平，那是不可能，因为它是一个神权。虽然它现在的经济确实有点在崩溃的边缘，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继续观察下去，他们到底是怎么玩。但是有关于所谓的这个要求这个所谓的原油价格啊，他们要求印度啊要转向，坦白讲也想太多。为什么呢？记不记得印度的外长曾经讲过，我们买1个月的石油不如你们西方国家买1天的石油，因此他们就是一个假道学。
基本上都把人因那西北料，所以这个东西你包含委内瑞拉，基本上他们是重油的一个系统，这个里面的提炼，我觉得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因此你回过头看最后，你说他在称赞佩卓啊非常出色，我们还是要引用季辛吉的那句话：当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当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至于人家欧盟最近为什么要跟南追、跟印度要成立所谓的 FTA， 每个国家都知道美国这个朋友不可靠，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乌拉圭的开始的转向，我觉得是一个讯号。好，去风险化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川普真是环绕在每一个国际话题里面，我们还是要再谈到川普，因为川普跟这个印度莫迪的关系也是紧张来紧张去的。我们现在来看到美国的贸易代表有说我们同意印度这边印度同意不是同意印度，是印度同意降低对美的关税。好，说这个对美的工业品关税要从13.5%降到0吼。好，那同时也对部分农产品维持一定的保护措施。那两双方就降低印度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有达成共识。那甚至这个代表还补充说，一直在监测印度逐步减少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情况。这个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吼。好，那川普降了印度的关税，换来的就是停买俄罗斯的石油。但是俄罗斯这边说，这个虽然川普已经跟印度达成了新贸易协定，降低这个买俄罗斯石油的部分，但是俄方尚未收到印方关于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任何声明，所以就有人质疑川普美国的手法是不是又是先射箭再画靶，又是用惯用的手法。好，那当然，美印的协议条款仍然非常模糊，因为《纽约时报》就报道美国跟印度领袖在社媒贴文上面就喊停两国的经济战。好，那除了新的18%的税率，那川普后来所说的协议其他方面仍然大家都很疑问例如说，川普有说这协议即将生效，但是又没有对此详细的说明。所以印欧官员也正在深入的磋商双方的新贸易伙伴关系的细节，但是目前为止美国跟印度领袖主要达成的还是涉媒上面的休战。好，但是这样子的休战让韩国媒体看了不公平他们说，盟友们南韩竟然反被威胁25%的关税没有错之前传出的就是什么国会这个对于关税的部分太久了所以美国现在要升高他们的关税。那现在是不是真的没办法了？因为韩国贸易代表说空手而归，美国即将要正式的宣布上调关税。好，这个部长是叫吕汉九。好，那他就说真的是不法度但是对比下来，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这边有黄海构造物部分已经被移除了。那现在中国大陆驻韩大使他是特别的强调这个是因为中企因为营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才有的这个部分。但是就被认为说是不是有一些故意在挑拨的状态。好，那现在限韩令也有望解除吗？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位大使就说依循开展文化交流，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好，那当然现在中国跟韩国的关系倒是不错所以新春的这个旅游看到了廉价赴韩的人数在中国这边预估达到25万人。好，这是首度超车日本，成为了中客的首选。好，另外也看到日本的部分，就要看到高市早苗。好，因为他曾经表示嘛，台湾有事的部分，自卫队可能就会跟美军共同撤侨。但是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说这是假设性问题，不便作答。那中美的空导弹现在说有大对决，因为 AIM-174B 对上了 PL-17重塑整个印太超视距空域的一个战场。好，那川普现在也钦点了滨海作战专家要到冲绳这边变成前线打击的部队。好，那就有军事专家说这支2.7万人的部队具备快速反应的地缘优势。那川普这个举动在强化美军在第一岛链的威慑力。好，可见还是有相关部署的。那我们还是看到了美国跟印度的问题。先问赖教授。《纽约时报》是唱衰川普跟这个莫迪的一个谈判他们说他们达成的协议也不过就是一个
纸上的协议啊，这个媒体平台上的协议，这个只讲了一半啊，另外一半就是因为双方领导人通电话了，但是确实不会像川普所说的即刻生效。为什么？因为你还是要有一个文本嘛，啊，还是要把它一条一条写下来。目前川普所释放出来的讯息，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愿意从50%是来自于25%的惩罚性的关税，跟25%的对等关税啊，加起来的50%，减成18%。那交换什么呢？交换印度不再向俄罗斯买原油啊。目前传出来的讯号就是说，1月份印度每一天向俄罗斯每一天买120万桶的原油，2月份要降到每一天100万桶，接着3月份80万桶，目标是降到50万桶到60万桶左右。俄罗斯的回应是说，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那很有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双方的文本协议签出来以后，或许俄罗斯就会接到通知了，或许啊。但是这样子做对印度来讲，它要付出什么代价？第一个，也就是它跟俄罗斯的这个贸易在减少的时候，那印度的油，它所需要的90%都是进口的，它自己本身不够。所以它90%都进口，它最大的进口的来源，第一个是俄罗斯，然后俄罗斯给予对折的一个待遇，可是问题就在于你一旦减少了以后，美国说你就是要向委内瑞拉买，那委内瑞拉的这个油价是由美国定，所以对印度来讲这个损失会蛮巨大的啊。第二个就是过去印度从俄罗斯买油多买了很多，然后他把它简单加工以后，就把它卖到美国跟欧洲，那现在这笔钱看起来是赚不到了啊。那这笔钱赚不到，对印度来讲，如果油价往上升，然后再加上没赚到这笔钱，印度的物价可能会上涨哦，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他换得来的是他的关税降到18%，可是那个18%基本上来讲是原本是没有的，也就是按照 WTO 的框架，原本的关税应该是6%左右而已。但是现在增加到18%，坦白说，川普还是大赢家，还是增加了他们的成本，还是增加了他的成本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交换条件就是印度必须要向美国买5000亿美元的商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做不到。为什么？因为印度跟美国的贸易额一年也不过就是1200多亿，那印度出口到美国是870亿。然后进口的是400多亿美元，你怎么去3年内买到5000亿美元？我觉得印度的外汇在哪里？他哪有那么多钱去单独的向美国？因为美国已经说了，你印度要向我买飞机、买石油、买天然气、买什么？那印度哪有那么多钱？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点在忽悠。这也就是为什么难怪《纽约时报》会说你们在忽悠了，因为最后还是要葛礼汉去把它谈出来，然后谈出文本了以后，还要经过双方议会的同意。韩国也不用叫屈，因为韩国你的国民议会里面是没有批准美韩的贸易，所以对于美国来讲，对于你韩国的关税再给你加10%，那是因为你没有通过嘛。那川普当然就给你加上去。印度如果他的国会也没通过的话，美国当然也会给印度再加关税嘛，就这么简单了。哦，关税真的治百病哦。好，文琦哥，我觉得看在这个，我觉得要学印度的聪明啊，因为以前他们所谓的不结盟政策嘛，你如果去研究印度的话，为什么印度会所谓的说就是对美出口的部分要降至0？一定要想一个问题，它开放的部分是不是对它有利不利？我们知道以前为什么日本不太担心，因为他们连那个停车格的大小都限制了美国大型车辆的进口，即便你进口了，你根本卖不出去。所以印度真正捍卫的是我们看到的背板上面讲的所谓的农产品，所以这个部分是他不会退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打假球的部分，就是你看到克里姆林宫说，我也没有收到这样的讯息。所以印度玩的这种两手策略，我当然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因为川普惯用的手法就是先就高度的施压，然后看看你会不会 kill 你黑加点会不会退，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最后原来真相是什么？他们只是在社媒上暂时的休兵，真正的
有关于生死的问题是基本上还没有达成真正的一个共识。回过头，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我还是要呼吁一下我们这些台湾的这些好朋友，现在的这个重点真正在2点。第一个，原本我们一直期待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可是现在已经给了一个清楚的答案，他们最多就是所谓的自卫队来撤侨。听好，撤侨这2个字，因为很重要，所以说3次撤侨，撤侨，撤侨，而不是帮台湾打仗。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说这是假设性的问题，所以我呼吁在国际政上的尔虞我诈，大家都讲求最高的国家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日本的现在的改变，大家可以看。至于所谓的美国的川普派了一个什么高级的陆战队的长官，我坦白跟大家报告，这只是我们台湾话叫做什么？我跟依伦报告，这个的棒腿安高薪。因为事实上，你不管从他的国家安全政策，就是所谓的 NSS， 还有最近国防部的这些报告，基本上的战略的退缩、战略的内缩，这已经是既定的政策。他们要捍卫是美国自己在西半球的利益，你不要把手伸进我这个所谓的拉丁美洲。所以这个态势不因为他派了一个高级将领，那只是让大家安心，我好像还在。不然你认为2.7万的部队能怎么样？至于韩国的部分，我觉得就更简单，因为韩国的现任的领导人李在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决定，他也没有就是两边取舍，基本上他维持在中间，所以我认为习大大给他一个面子，不管是在黄海的2个建筑物，乃至于这个所谓的访韩的这种游客上面，所以我觉得值得台湾好好的想想看。在美国基本上衰退的状况下，台湾应该何去何从？其实答案已经十分清楚。舰长怎么看？美国果然很厉害啊，也就是他现在之前出现了一个 AIM-174的这一个空对空飞弹啊，但是呢，它的厉害不是飞弹厉害啊，是这一个飞弹就是标准6型飞弹的他把它改成空射版而已。但是中国大陆可不是啊。中国大陆从霹雳12、霹雳15到霹雳17，霹雳17最近有一张照片，那个飞弹真是长啊！它为什么要那么长？因为它要打400公里。那这400公里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到说，这个有关于超视距空域的作战的部分。可是它不是要打卫星啊，它要打的是什么？它要打的是接收卫星讯号的这一个预警机。因为预警机接受了卫星的讯号之后，它要传给那个陆海空各个的载台，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体系化建军 data link 的重要节点。那现在无论是解放军或者是美军，都在争夺如何保护自己的这一个预警机的部分。那至于说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一个我们看大家说这个好大的一个海上载台，其实它叫做什么？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这里面养的是什么？是鲑鱼啊！这一个笼子最深达30公尺啊！那它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那现在为什么又要移开了？那是因为季节的关系啊。那因为冬天到了，其实呢，他们要把这一个我们看到这一个笼子啊，这一个笼子到底有多大呢？如果我们来跟这一个1000多吨的船来比的话，我们就知道它的大小。它可以因为需求而上升而下降。那这上面是有 AIS 的，所以不会撞上。那这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当夏天南方的这个海水太热的时候，它就往北跑。现在冬天北方的水太冷的时候，它就往南跑。它就是这样养鱼的，简单讲就是如此。